长相似杨子浅绿发髻，叮叮当当赶小瑶回家，瑶经逛街也太甜了。童华的小说《长相思》，杨紫、张晚意主演的电视剧改编，再加上唐建基、邓威等帅气演员的加入，演员阵容简直让人期待。不知不觉，《长相思》已经拍了好几个月了，预计9月份就完结了。首先，杨紫的新路演是很清新的浅绿色，有点像张晚意的那款。这件衣服还是很好看的，很符合小妖的气质。发型可以再改变一点，好几套衣服似乎都有这个发型。可以把刘海去掉，或者稍微留一点，头发要加一些发髻会更好看，别浪费杨紫这么小的脸。不留刘海的红衣大王肌很好看，化妆师看看。然后是张晚意的自驾游，表姐坐在马车上，手里拿着一条狐狸尾巴。这是逍遥在清水镇保护她的时候丢下的，当时逍遥认的这玉玲珑就是她的表妹。这条狐尾是曾经囚禁逍遥的恶狐之一。这个月，其余的演员都被杀光了，我们看到了扮演左耳的演员，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左二就像是从死斗中脱颖而出的奴隶凌波的缩影。逍遥和房风林的名字打赌，重燃了他求生的希望。后来他成了逍遥的侍卫，和他的丫鬟苗圃相聚。最近还有一场妙景一起逛街的路演。苗虽然身穿男装，但还是能感受到官方搭配的甜美气息。尤其是杨紫那双葡萄眼，能理解堂哥为什么要来接小妖回来。这也是逍遥静谈恋爱的好时机，两人手牵手逛街，仿佛甜蜜回到了清水镇的时光。杨紫和邓威的身高差体型差真是太有爱了。两人的约会还没结束，表哥就来拉着妹妹回家了。小妖的表情还是有些恼火，而她的表妹却是欣喜若狂，可以说是对原著本质的极大还原。邓伟的粉丝也晒过之前的路演，比如这件清水镇的黄布西装，被认为是他最帅的造型之一。风吹着两边的头发，他确实看起来越纯素越好。还有一张休息时的照片，被这么帅的盯着看得很迷茫。谭健二这边路演了一件带防风名字的白大褂，一身普通的穿搭，无疑是个飘飘的绅士。画质有点糊，但还是能感受到他的帅气。02沉香如碎屑应远最新到，不想当皇帝，燕坛把头按在他面前 MUA 的。杨紫和程毅主演的《沉香如粉》，下沉香重滑的剧情要比上层紧凑精彩，没有更多的额外场景和额外的人来给主角和其他有用的配角提供场景。后期璎珞重回王位，既要对付桓钦，又要向燕坛求饶的同时，还要为爱情和事业而战。应远虽然很强，但桓钦却吸收了三皇子等仙人的仙力，成为一个极难对付的反派。后来应远再一次如愿喝了酒，一个人跑到了天涯海角。他的心里藏着很多东西，包括当初对燕坛的遗憾，以及自己的重任等等，只有喝醉了才会说出心中压抑的一切。那个时候，应远和桓钦经历了一场大战，仙灵被夺走了。为了重新凝聚仙灵，他们必须在次日进入阵法，让三柄神兵认出自己的主人。应远消失后，其他人都急死了。是燕坛认识应远，发现他在天涯海角喝醉了。本来还不太清醒的应远，还以为燕坛又进入了自己的梦境。他自言自语道：“做梦真好，你又来了。”看到应远温顺的样子，燕坛肚子就长了起来，决定去问问应远。天涯海角的莲花是燕坛去诸天台的前一晚，应远为他种下的。因为燕坛曾经说过屋外荷香四溢，应远给了他一池真莲花。应远也将心中所想的事情大声地表达出来，说地衙的不断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事实上，他已经主动推测自己身边的人就是颜丹。他越看越喜欢燕丹对他的惩戒，然而此时的他却是一个即将灭亡的人，他担心燕丹可能会落入深渊。至此，应远回应了他的每一个地址，说出了自己对颜丹的每一份感悟和责任。更何况，他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的自责，小精灵与撒旦的争斗，是应远心中永远的煎熬。
这就是他的感觉。如果不是他的疏忽，3位统治者和先君北冥都不会传承下去。他对天空感到沮丧，更奇怪的是，更为颜丹感到沮丧。看到应元这样，颜丹又是感动又是烦恼。应远需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转嫁到他的肩上。在燕丹心中，他并没有做任何不妥的事。应远听到燕丹的话，咧嘴一笑，以为他没有做错什么，燕丹又怎么会不理睬他呢？就算有这样一个哭泣的统治者，颜丹也可以给一个他所珍惜的人。应远在这里穿的衣服，竟然是叶王穿的深色西装。难过，他们在街上逛得过分吃力。颜丹流泪疗伤应远的时候，他一直在休息的时候说话，说自己现在不是不死者，只相信颜丹应该会回来。此刻，小梦蝶飞了过来，苏醒的应远想通了一切，唯独燕丹心里竟然有他。03，追求肖战的魏凡得到肖战的光辉，被北大告白，向他致敬真的很满足吗？在媒体方面，肖战是1990年代引进的新时代明星专家中少有的先行者，成为众多小伙伴小姐姐们的偶像。肖战作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动人符号，无疑让很多虾圈的同学改变了人生方向和未来的预想。值得关注的是，刚刚粉丝的虾圈被北大追捧明星肖战，以肖战的华丽向北大表白，更以肖战选择性公正助身穿真人秀的身份现身。T 恤表示感谢，无数虾圈魏粉家族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他最终变成了一个有能力和华丽的小精灵，每个人都表达了他们的惊喜，这真的很令人满意。我通常强调，事物聚集在一起，个人被划分为聚会，你会成为什么样的角色？你会喜欢什么样的象征？这一次，这个虾圈粉有幸考上了北大，是因为他的勤奋努力，也因为肖战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象征，给了他前进的动力。现在那些爱讥讽、诽谤、抹黑肖战的人，完全是被侮辱了，而且更尴尬的是，大牌专家难能可贵，消遣和兴趣，像肖战一样体验一个三观纯正、充满正能量的乐于助人的符号，同样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助手，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显然，善良的人看到了体贴，而有见地的人看到了洞察力。没想到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跟上肖战的高颜值，应该是虾圈魏凡家的义务。萝卜和白菜各有千秋，精神层面也不相上下。无论您如何理解他，某些人都不会感觉到他。有妈妈粉丝说，如果我家小子不反对追星肖战，我会坚持的，但假设追星不是一个衣冠楚楚、头发染得很奢侈的明星工匠，那我就踏踏实实的走了。反对。肖战其实是一个有益的象征，具有3个积极的视角，它充满传奇色彩。肖战作为初学者被带到这个世界，他已经从基地变成了一个有名的 VIP。此外，他为人不张扬，沉着冷静，衣着别具一格，没有奢侈的服装，没有奢华的色调和发型，更不用说耳洞和耳钉了。所以大家都喜欢肖战到这样的程度。从这里开始看，肖战这个学霸小妖精被下之光归于北大，实在是意料之中。偶沾的光辉，美食圈并没有真正的动荡，个人的内心是动荡的。很多人觉得美食圈很乱，就是因为没有把肖战这样的有说服力的偶像当成好榜样，严重的自我约束，对自己的要求，所以感觉很乱。粉丝圈里也有观点超老实的明星演员，比如肖战在粉丝圈中是一个极为少见的动人符号。有人表示，尽管个人被北大所有，但只有被复旦录取的人已经毕业。有网友表示，肖战在这个星球上真是头脑清醒，在这个星球上不凡，在这个星球上更出人意料的理想化。纯正三观来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学弟学妹们，肖战真不愧是当之无愧的励志偶像和当红顶流。至于有些人怎么看我写肖战，我觉得不重要，有眼光、会眼识人的人都懂，不懂的人没必要解释。为弘扬肖战正能量，振臂一呼天下应，多少豪杰聚虾圈。奥利给！